有些字一看就很乱，有些字一看就非常整齐。想要从乱的字变整齐，有一个方法非常的关键，你一定要使用，而且一定要学会它。这个观念叫做均间。我会用画面上的6个字去教会你这个非常重要的均间概念。这个方法经过频道4万名观众验证，超级有效。在给你概念的同时，我也要告诉你每个字的书写要诀，让你看完影片时不仅学会了观念，也有办法写出跟我一模一样美的日化亮直礼节这6个字。请你专注的跟着我一起学习，希望你能够拿一支笔和我一起练习，在影片结束时才有办法带走满满的收获。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帮你再次统整整个逻辑概念，我要让这些逻辑概念深深的放入你的心里，让它发芽成长，然后在将来有机会改变你的字体。均间是什么？均间就是把笔画空间均等化。画面上方的日用横画切割后，上下2个空间大致相等，像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叫它均间。那我们再看到右侧的这个日，这个日就没有做到均间，它的上面空间大，下面空间小，看起来字体的笔画呈现的感觉就会比较凌乱。所以我们要让笔画尽量摆放均等，在下笔的时候就要去有意识的把空间切割均等。接着来书写日给大家看。首先下一笔的竖画，我们把它抓在十字格的上方一点点，从上往下书写竖画。接着我们要抓横折的宽度了，横折有多宽，那你的日就有多宽，所以估计一下宽度。接着我们要来示范一下均间这个概念的应用。现在从上到下这里有一段宽度，那么中间一笔笔画切割之后，要让这一个宽度变得上下2块空间看起来是均等的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你必须找到中间的位置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下笔切割。现在我用红笔再把刚刚说明的过程分析一次给大家听。这一段是整个空间，那么一半的位置去放笔画就能够平均切割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放横画，接着下面的横画再封起来。这样子的书写方式就能够让上下的空间看起来大致相等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均间。学会均间概念后，我们现在开始要来挑战应用均间概念写字咯。一开始就来个难一点的字吧。这个字是画，画这个字从上到下有非常多笔的横画，这些横画我们要把它的空间既抓的均等，又要抓的密集，这样在书写画字的时候才能够把笔画写得紧凑，整个字体才不会松散。仔细看一下，每一笔的空间大致都相等。我们把这样子的均间概念彻底的应用，可以帮助画字的书写更加的稳定好看。那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写咯。首先先书写一笔的横折，接下来我们要拉一笔的长横画哦。这个横画呢是画字的主笔，既然要拉主笔，那就要把起笔往左侧移动，这样子笔画挥洒的空间才会够大。那我们就把起笔往左侧移动咯。但是在往左侧移动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再考虑到一件事哦，就是等一下切割下来产生的空间，就是你接下来每一笔画横画空间的高度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看一下这段横折高度，高度的一半，这边就是等一下横画要通过的中心点哦。那我们开始写咯。先写一笔的横画，往旁边拉，然后再稍微下压一点，接着我们再书写一笔的横画。你看这样子，空间就大致切割的差不多咯。那接下来下方是不是还有一笔的横画呢？这笔横画该怎么办呢？
这笔横画要书写的比上方的笔画再略长一点点，像这样。它的空间高度要抓的跟上方差不多。接下来我们写一笔竖画咯。竖画你可以先按一下，再往下笔直的走。你告诉自己，试着把竖画走得跟纵线一样直，这样你的竖画就可以写得比较直一些哦。接下来下一笔的横画，这一笔的横画又要比上方的横画再略长一点点，所以我们把起笔又再往左移一些，笔画终点又再往右移一些哦。好，上方的部件我们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下方的填字的部分了。填字的部分在书写的时候，一样要把均间的原则紧紧的抓着。这个填字在书写时呢，从外侧略微向内侧倾斜。接着我们再书写横、折，中间笔画的部分一样平均切割，所以在中间一半的位置下横画。接下来对着上方的竖画下竖画，让上方竖画跟下方竖画对齐。如果用红笔把它画出来，大致是这样子的感觉，这样重心会比较稳哦。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咯。再接下来再下方的一笔横画，一样抓等距均间，再写一笔的横画。书写完毕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画字有一个突出的主笔，每一笔笔画之间又能够保持均间，所以就算是堆叠这么多的横画，画字看起来还是可以呈现一个很不错的美感哦。接着要来跟大家分享“亮”这个字。对了，我是君玲，君玲想要拜托大家帮我个小忙，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帮我按个赞，分享这则影片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这份鼓励会让我更有冲劲，继续为大家分享下去。亮字的书写和刚刚的画字有点类似，相同的结构就是有非常多的横画要去处理。横画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它的高度，高度上面要加以压缩。若没有压缩，字体就会整个被拉到太长，这样写起来就不太好看咯。亮字上方的约这个结构体，我们大概抓在格子的正中间下笔，它也是有一点像内倾的口部结构。我们先下一笔的竖画，接着横、折，接下来平均分配咯。这笔横画把它抓到中间的位置，往旁边写。接下来下一笔横画再书写。在书写时，我会特别留意这一段的高度。这一段高度的一半就是每笔笔画的间距，所以这一段的高度要先抓好。接着我们要书写一笔的长横画咯，拉长书写，保持一样的间距，慢慢压回。再接下来下方的里这个部件，书写的宽度大约比上方的约宽一点，所以起笔往外抓一些，在这个位置一样有一点上大下小的感觉。好，继续横折咯。那么它的高度跟上面的高度会差不多，因为它们要制造的笔画之间的空间是差不多的。接下来要切割时，我们都要特别的留意，两笔横画一样要制造均间的效果。今天教大家练习的字，都在不断的让你去习惯什么叫做均间，怎么切割才均间。接着我们要下竖画咯，竖画我们会抓字体的中间这个重心去下竖画，在中间的位置对下来下竖画。竖画的长度自己要拿捏，因为下面还有两笔的横画，你要让竖画的长度大约是这两笔横画空间的高度。那我们接下来再下一笔的横画咯，要比上面的这个部分稍宽一点，在最下面又要比倒数第二笔再宽一点，像这样。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画跟亮，有许多笔的横画，再配上中间一笔拉长的横画当主笔，这两个字结构上非常类似，把它放在一起跟大家分享，这样可以提升你的学习的质量。
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直里节。那么这3个字在均间结构的处理上就又有一些不同咯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字在书写的时候都有它的细节部分得注意。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帮助你补足这些细节。如果我有做到，请留言告诉我有帮助。接着来教大家书写直这个字。直这个字要怎么办啊？这个结构体是要怎么写成均间啊？看起来每个笔画好像都不太容易掌握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个结构的确不好写，但是我们要运用一些方法，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处理这个字哦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上方有2个金咯，2个金要怎么摆放，看起来才会比较合乎均间的结构原则呢？我们可以试着这么做。首先先下一笔的撇画咯，接着我们把撇画藏在这个竖撇的里面。竖撇的弧度我们稍微拉直一点，这样等一下在均间结构上会比较好处理。接着我们在下方一点点的地方下一个横画咯。接下来我们要下竖画，这个竖画切割下来之后会产生一个感觉哦，就是上方的这块空间跟下方的这块空间看起来要差不多，这样子就做到了第1个层次的均间。接下来我们写下一笔的撇画咯，下一笔撇画起笔稍微低一点，在这里，接着再下一笔的竖撇，这笔竖撇的位置会跟竖画中间隔出一个空间，你要尽量想办法让这块空间跟这个空间看起来差不多大，所以这笔的竖撇稍微拉的直一点。接下来横画的部分，它的高度稍微降低一点，在这个位置书写，你可以拉长一些，因为这个地方缺少一笔的主笔哦。再接下来要下一笔的竖画咯，看一下上面空间结构，这块空间结构跟这一块空间结构差不多大，那么这一块等一下切出来的空间结构也请保持一样的大小哦。那我们书写竖画咯。好，竖画书写完毕之后，要处理下面的背了。背字在书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对着上方的竖画往下写。接着我们要处理横折的宽度咯，横折，在遇到竖画之后，我们就又再转回来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抓出背字的宽度咯。接着我们再下2笔的横画，在中间把这块空间平均切割。怎么切割才会刚好呢？那你就要自己估计一下啦。前面有教过你咯，这里的高度是多少，这边要切割多少，那么自己估计一下该怎么切比较好。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，接着要写撇画了。撇画可以从中间这个地方往外撇出，但是要比横画稍微来的短一点哦。再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笔的点画，从这个地方往外侧点出。好，这样子的直字书写就可以在笔画上面切割的很均间，上方笔画均间切割，下方笔画均间切割，这样书写出来的字体就会非常的好看。君令的教学很细腻，很用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？如果你有感受到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帮我替这则影片按个赞好吗？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真的很努力在教会大家学写字，你有感受到吗？如果有，也可以留言鼓励我一下，就写谢谢你，就这么简单的3个字的回馈，我就可以感觉到远方的你给予的满满支持哦。里这个字呢，除了均间的概念，我们还要再带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左右结构拼接的时候，中间会有一道隐形的墙，这道墙面会让左边的部件跟右边的部件笔画停止在这道墙之前。这个好处是左边部件的笔画不会去跟右边部件的笔画互相打架影响。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明该怎么做咯。首先我们先下一笔的横画，接着再下一笔横画，这边出现一块空间咯，把它复制到下方。我们下竖画，一样的空间大小，
接着下条画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呢？在左侧部件的右手边，所有的笔画都整齐的停在同一个空间位置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跟概念，我叫它隐形的墙。隐形的墙隔开了左边部件跟右边部件，笔画延伸到隐形的墙前就停下来，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整齐的现象哦。均间，均间，隐形的墙。接着我们再继续咯。接着我们要下竖画咯。竖画从上往下稍微内收。接下来我们下横、折。中间这边又是均间概念的再度应用。中间如果不切平均，字体真的看起来就是会乱。所以空间切平均，这是学写字一定要做好的一个基本功哦。我们就在中间书写一笔的笔画，下方再书写一笔的笔画。接下来把这样子的空间继续复制到下方，接着中间下竖画，接下来在这个位置延伸笔画，又是均间概念的再度应用。再接着我们看到礼字的左侧，礼字的左侧的笔画，横画的部分本来是可以往左侧延伸的，但是这道隐形墙把笔画给挡下来了。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才可以把两个部件镶嵌拼凑的更加紧密，看起来字体也会更加好看哦。再看到画面上的节字，因为笔画的摆放没有平均分配空间，所以整个字看起来就非常的凌乱。那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笔画的位置，让空间切割平均，整个字体看起来就会好看许多。那我们就来示范节字给大家看咯。首先我们书写一笔的横画，让它上扬，接着写一笔笔直的竖画。接下来这里有块空间，我们要把它平均切割哦，所以我们从这边延伸出一笔的撇画，平均切割。接下来这笔笔画我们用长顿点来呈现，从这边往外延伸出长顿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下面有4点，4点之间也要做到均间。第一点我们向外点，第二点我们向右点。这里出现了一块空间，现在把这块空间复制到隔壁这个地方来，抓一样的差不多大小下一笔的点画，书写第3笔的点画，接着再把这一块空间复制到这里来，再抓一样的大小写第4笔的长顿点，稍微略长一些，节字的书写给大家参考咯。现在为大家整理一下这6个字的精华所在。笔画要保持均间，笔画保持均间，字体看起来就能够呈现整齐的样子。那么书写时要拉出主笔，能够让字体里面多一个焦点。那么像直这个字，上方笔画不好摆时，我们就尽量让笔画之间能够均间的切割安排。接着左右结构的字要注意，中间有一道隐形的墙，这道墙面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利用它，才能让部件镶嵌的更紧密。节字的点画也要做到均间，这样子节字在书写的时候才不会显现出凌乱的笔触感觉。这么长的影片，到底有谁看到最后呢？平均一集的影片能看到最后的人不到1%。如果你是那一个愿意听我从头分享到尾的人，务必留言告诉我，就留我在，我还在，能够让你听到完，我想这就是对我影片最大的肯定了。如果你想从君令这边挖到更多宝，那么请到我的课程网站来看看，那里有我呕心沥血打造的15日美字养成班，用君令的独门学习心法安排成浅显易懂的超高效课程。我们从课程字帖生成器到字体的检测器，完整打造了
书写的美字系统。这门课已经协助许多人改善字体，累积自信，非常鼓励你能够一起加入。让我们一起开启书写美字的那扇门吧。连结在留言栏处，你一定要点进去看看哦。影片最后，我要推荐给你这部对写字技巧有完整解析的影片，叫做《碾压级的写字精华》。你可以点选片尾影片，接续观看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